当下的比特币还是在$64,000左右横盘震荡。上周礼拜四华尔街交易时段一度跌破了上涨趋势线，可惜在后面就没有延续一些空头行情。那现在比特币是真撑住了，还是反弹，只是为了更好的下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上周的视频里，我有明确跟大家提示过，它在日线级别呢是比较有概率跌破这个下行趋势线的，但即便是跌破下轨，也有可能是一个假动作。我判断大概率接下来是要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横盘整理吸筹区间。那同时我也有强调，在4小时级别的量能反弹是比较有限的，同时这个位置还出现了阴包阳，所以继续下旋的概率呢会比较大。来到比特币的周线，上周周线的话收的根小阴线，量能不算特别大，但是来到这个位置，这一波下跌呢没有出现明显的缩量下跌，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指标方面的话 ，RSI 仍然在中轴的下方，是一个死叉的排列，就连 MACD 的话也是在水下进行了死叉，所以接下来 MACD 呢是比较有概率继续延续这个红色的量能柱，这也就意味着盘面呢是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磨蹭，或者说对应的一个跌破。那对应 RSI 的话，也需要在这里进行横盘整理，那甚至可能还会继续往下，然后双线在这里就纠缠一会儿。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那个观点，就问题不大。因为即便是这样，仍然是一个底部的大级别底背离。那什么叫做底背离呢？就是盘面价格在下降，但指标呢是在走上的，这种属于底背离。那对应的还有一个筑底的结构，指向最终的反弹。这种情况怎么样呢？大家还是要拭目以待的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有分析师指出，比特币还有一波下跌的行情，指向47000的区间。我个人认为这样出现的概率会比较小，因为有很多因素。比特币价格如果来到47000，它对整个矿业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比特币的矿业呢是比特币的基石，它的正常运转决定着比特币网络的正常运转。因为矿工的关机价大概是在65000左右的位置如果长期低于关机价，会发生什么呢？就会发生大量的人关机，接着比特币全网算力大量下降。算力下降的话，就容易出现一些攻击，比如说有针对一些量子计算的技术，它已经随时准备等比特币算力下降，然后做一些511攻击或者双花攻击等等等。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特币甚至可能会归零，所以呢，这个不太会能出现。来到日线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呢，周末2天一根上涨，一根下跌，那其实相当于是没有，就伴随周末量能也比较小嘛，属于是一个无序的整理，市场方向呢也不明确。Coinbase 比特币溢价指数呢是一个负数那这个负数的话是在扩大的，而且在扩大的过程当中是远超于前面反弹的正数幅度，说明就是说散户呢不光是涨起来的时候他们要卖，就是保本离场，那跌下来的时候呢也会进行恐慌抛售，把平台的价格砸出来溢价。出现这种情况呢，散户割肉离场，筹码交换形成主力的吸筹区。所以我认为大概率本周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横向整理，真向往下跌的话需要磨蹭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筹码积累呢不够丰富。我们来到清算热力图可以看到，在下方的话筹码积累不够丰富，因为它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流动性。如果在这里早往下收这里的流动性，其实对于主力来说它意义不大因为在这里如果要就收这些流动性的话，需要付出更多的筹码去砸，但收获的又很少，所以更倾向于要震荡一下，然后才能下跌。比特币现货 ETF 依旧保持净流出的一个趋势，已经流出了$2.26亿，连续6周就出现净流出，也是创下了比特币现货 ETF 自上线以来连续最多周的净流出记录。讲完了技术指标，我们来看一下宏观面信息宏观面信息的话，首先就是战争嘛，美日双方在瑞士经过18小时极限谈判之后，终于是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呢，它不是签署正式的文件，只是签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是拟了一个路线图，要在60天之内达成最终协议。所以说这个事呢，它其实根本就没有落地。美伊两位呢，也不是省油的灯，也许可能今天就晃摩擦一下又关闭，然后明天可能又要继续打仗。我们再来说一下微策略。微策略老板今天说，他正在持续的去买入比特币现货，但自从感觉他们开始卖币之后，确实市场对他的信任程度也是降低了不少。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STRC 在周四的时候呢，来到自己的历史低值82.53。即便插针完回来，现在是88.59的状态，那它也是低于总票面比特币价值的13%。原因呢，是因为市场现在对它质疑声音比较大，很多华尔街分析师都认为它是类似庞氏的结构。那这个 Michael Saylor 呢，他也回复说，他设计这套结构的时候呢，参考了 AI，那很难评。但不管怎么样 ，Michael Saylor 最后呢又发这个推文说他正在买入比特币嘛，那只要再继续增持的话，就问题不大。并且的话 ，STRC 的话，它其实很难出现归零的情况，它跟 Luna 就是
Theory 是不太一样的啊。除非比特币出现很离谱的归零情况，不然 STRC 只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负溢价，不会像 Luna 一样出现归零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多博主说微策略要暴雷 ，STRC 要归零，纯粹是在博取流量。毕竟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已经没有任何热点了，所以拿这个去说一说也是比较行的。但如果要站在整体的逻辑线上，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个数据总结啊，大概比特币要跌破$8000，那么整个微策略 STRC 才有可能会进行暴雷。另外还有一则快讯啊，海力士的市值已经超越比特币，一跃成为全球资产市值排名第16位。不光是海力士，美光最近也是发力一鼓作气。那这样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得出 ，AI 的热度在投资人眼里还是很强的。那这个宏观趋势的热度已经完全盖过了比特币，所以说整一个区块链技术一定要找到更加有用的落地应用，否则很容易变成一个伪科学，最终被人类给淘汰掉。那关于这一点的话，我还是相信各位项目方和各位程序员肯定是在努力开发的。期待爆发的一天。最近美股走的确实不错，那 ETF 为什么还是持续净流出呢？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基金总持仓数据图。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近期出现了非常陡峭的断崖式下跌，基金抛售了约12万枚比特币，说明机构呢正在割肉投降。那这个图里面的 fund holding， 其实包括了全球各种类型的现货 ETF 信托，比如说灰度的 GBTC， 以及是数字资产管理基金，这些机构呢也被打到了止损线，出现了这种踩踏式的抛售。从时间轴上来看，这些人大多数是什么时候入场的？比如说在24年年底、25年这个牛市高位的时候，他们入场。那会儿呢 ，ETF 刚上市嘛，川普又在喊单，所以他们现在离场呢全是割肉离场。但是呢，这个肉还没有割透，可以看到绿色长达就是绿色长高的这一部分往下缩了一点点。那其实大量筹码呢还是在他们手里。不过接下来比特币价格再次跌破6万，市场信心再一步丧失，这些人呢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抛售压力。那他们的抛售呢就会引发 ETF 的净流出。视频的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是关于 K33 Research。那比特币长期持有者达到 79% 的历史新高，卖压枯竭暗示熊市即将要见底啊！这应该是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少数能听到比特币的好消息了。那关于这篇推文怎么说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下汇总啊，它是深度对比了24年到25年周期跟现在数据的差异。他说上一波价格创历史新高的时候呢，大量沉睡的旧币就正在被唤醒，并推向市场。现在呢，2年以上的旧币目前重新激活量是极为的低迷，说明耐心的长线买家正在稳定的吸收市场上的剩余供量。而高达几乎 80% 的比特币流通量现在已经掌握在长期持有者手上，这个历史信号数据则是完美契合了比特币历年的熊市末期筹码向长线资金就是高度集中的典型特征。同时现在约 50% 的比特币流通量是处于未实现的亏损。根据历史回测数据，这种极端的亏损水平只会出现在熊市的大底成型。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 20% 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 20% 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 30% 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Get.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 20% 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